奥奇布雷鲁冷冷地说道：“里克，加德曼，我不需要只会防御魔法的次品，给我滚！”在通关地下城回城的路上，我突然被逐出了队伍。里克愣在原地。什么？奥奇布雷鲁摊开双手说道：“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我说你不配待在这个队伍，所以给我滚出去！”里克颤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奥奇布雷鲁指着前方说道：“明天我们要挑战高难度地下城，带着你这种人只会拖慢我们的进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是这个国家的皇太子，奥奇布雷鲁也是拥有勇者职业的男人。勇者曾是背负使命击败魔王的人，但魔王死后，勇者不过是一个头衔。现任国王为了让奥奇布雷鲁积累声望，派他去清理地下城。我作为宫廷法师，奉命担任他的护卫。”奥奇布雷鲁侧过头说道：“像你这种缺陷法师，只是个累赘。缺陷法师，这是他们给我的绰号。结界魔法，顾名思义是创造结界的魔法。不知为何，我出生起就只能使用这种魔法。”奥奇布雷鲁转过身说道：“我已经变得足够强大，不再需要你的魔法了。”他露出狂妄的笑容。“你也看到了吧？我一击就打倒了地下城怪物。”他挥动长剑斩向前方。“我受过哪怕一次反击吗？”里克低声说道。“不，对于拥有无双剑技的我，结界这种粗糙的辅助根本没有必要。”奥奇布雷鲁收起长剑，露出轻蔑的笑容。里克急忙解释道：“确实，我除了张开结界，什么都没做，所以您觉得我是负担？”闭嘴！奥奇布雷鲁侧过脸说道：“你除了结界一无是处，这是事实吧？”里克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但是我的结界……少给我找借口！”奥奇布雷鲁大声咆哮，唾沫横飞。里克顶着压力说道：“殿下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借口，但比如露营时，怪物因为结界无法靠近，而且我还在大家身上直接施加了结界。”奥奇布雷鲁身后的随从发出了嘲笑声：“真是荒谬！结界魔法不就是个半圆罩子吗？只要魔力够，谁都能用。”里克张开双手辩解道：“是的，确实如此，但它有很多应用方式，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您提供辅助。”奥奇布雷鲁冷笑道：“我从没听说过结界能加持在身体上，你的结界在辅助我，我一次都没感觉到。”里克愣在原地，这怎么可能？奥奇布雷鲁继续说道：“虽然你出身平民，但因为天赋被推荐入学，以史上最高成绩毕业，还是最年轻的12宫廷法师。”他话锋一转：“但看现实，你不过是个残次品。”里克急切地回应道：“但是我施加结界是为了您的安全，如果发生意外，就太迟了。”奥奇布雷鲁大声咆哮：“你只是在做多余的事，或者说，你真的施展过魔法吗？”里克颤声问道：“您是什么意思？”奥奇布雷鲁指着他说道：“结界是肉眼看不见的吧？正如殿下所说，魔力适性低下的人确实看不见结界，我早就看穿了。你只是在混日子，谎称自己使用了结界术。”奥奇布雷鲁露出嘲讽的笑容：“你只是为了钱才一直赖在队伍里吧？”里克无力地垂下手。里克低头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我加入这个队伍就是为了钱。在众多的就业机会中，我选择为王室效力，是因为这里的薪水既高又稳定。”奥奇布雷鲁冷哼一声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你这卑鄙的小人只想不劳而获。”里克紧握双拳说道：“为了我的家人，我需要这笔钱。”奥奇布雷鲁摊开手嘲讽道：“哈，你不是个孤儿吗？你根本没有家人。”“我确实是个孤儿，在王都郊外的孤儿院长大，那里非常贫困，我需要钱捐给他们。”里克看向其他人问道：“你们也这么想吗？”宗发随从背过身说道：“为了骗取王国的钱财，你真是差劲透了。”光头随从背着包呵斥道：“我敢打赌，你这种货色能当上宫廷法师，也是靠贿赂或关系吧？”宗发随从毕着眼说道：“只会结界的宫廷法师，简直闻所未闻。”奥奇布雷鲁指着里克说道：“里克·加德曼，你不仅被踢出队伍了，我还要将你驱逐出境。”里克惊恐地喊道：“什么？驱逐出境？为什么是我？”奥奇布雷鲁侧过脸说道：“你骗取的不是金币，而是国民的血汗税金。如果你只是无能倒也罢了，但我绝不允许一个伪造职责和能力的罪犯继续留在我的王国。你有10天的宽限期，从今天开始算起。”里克面色惨白，一言不发。奥奇布雷鲁转身离去，这已经是我的仁慈了。在因非法拘留被处决前，收拾东西滚出王国。里克站在荒野中，看着远去的背影。大雨倾盆而下，里克站在雨中喘着粗气。开什么玩笑？驱逐出境？这不可能！我出生并成长的孤儿院就在这个国家，如果我离开了，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，而且我将再也无法见到他。里克咬紧牙关，雨水顺着脸颊滑落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。里克在雨中奔跑，唯独这个绝对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消除这个误会。对了，还有国王陛下，只要能见到陛下，让他去劝说殿下的话。地面突然剧烈震动，一只巨大的地龙破土而出，张开血盆大口咬向里克。里克侧身躲避，眼神变得锐利。他伸出手指，在空中划出光芒，束缚透明的几何结界瞬间张开，死死卡住地龙的巨口。地龙痛苦的挣扎，牙齿在结界上崩碎。里克冷冷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现在赶时间。”结界转换，攻击模式5。行，一道巨大的光柱从结界中心贯穿而出，直接刺穿了地龙的下颚，鲜血四溅，庞然大物重倒地，地龙倒在地上抽搐。里克看着怪物说道：“还在呼吸吗？”结界转换，攻击模式2。刃，数道紫色的结界光刃瞬间划破雨幕，将地龙巨大的身躯整齐地切成碎块。没错，我确实只能使用结界，但结界魔法其实非常全能，它并不局限于防御，正如刚才所见，攻击也是可能的。刚才那是攻击性结界，攻击攻势。此外，
还有防御性结界、防御攻势以及辅助性结界、辅助攻势。李克抬起头，看向远方的天空，无数飞龙穿透云层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黑压压的向地面袭来。暴雨中，龙群的阴影笼罩了荒野。李克看着漫天飞龙，说道：“真是麻烦，偏偏在我赶时间的时候。”我确实是一个缺陷法师，只能使用结界。他合起双手，指尖凝聚出耀眼的蓝光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才将结界术磨练到了极致。李克全身被魔力光辉包围，大声喝道：“结界转换秘术2！”虚无，一道贯穿天地的巨大光柱从他手中爆发，瞬间吞噬了整片天空。飞龙群在强光中灰飞烟灭，连惨叫都未曾留下。雨停了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向大地。李克收起魔力，看向放晴的天空。他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转过头去。在加塔尼加王都西南140公里处是我的家乡妙高。李克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路边站着年迈的村民。他迈步向前走去，壮汉愤怒的大声说道：“该死，走路不看路吗？撞了人竟然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弗雷亚走上前问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壮汉惊恐地看着他：“怎么会？弗雷亚大人！”弗雷亚走到壮汉面前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壮汉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没什么，这家伙撞了我，甚至都没有道歉。”弗雷亚皱起眉头回应道：“那确实不对，但你应该换个说法，尤其是对看起来这么消沉的人。”壮汉低下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弗雷亚。”弗雷亚指着李克说道：“不是对我，去向他道歉。还有，你也该为撞到他道歉。”李克低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壮汉转身离开街道。弗雷亚看向李克说道：“欢迎回来，李克。已经1年了吗？”李克回应道：“应该是吧。真的有那么久吗？”弗雷亚上前拥抱李克，大声说道：“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”弗雷亚松开手问道：“不过你看起来很消沉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李克看着眼前的少女弗雷亚，她是萨拉迪亚斯孤儿院院长的女儿，也是我成长的地方。我们从小就在一起，从童年到学校，甚至在我成为宫廷法师后，她也一直支持着我，因为我对她的感情。弗雷亚坐在桌对面问道：“即使你后来想去咨询国王，也被守卫赶走了吧？”李克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王子下令不准让我进城，所以我来道别。在离开这个国家之前。”弗雷亚看着李克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我也要和你一起去。”李克愣住回应道：“是啊，虽然会很寂寞，但我们可以写信。”你刚才说什么？弗雷亚坚定地说道：“我要和你一起去。”李克站起身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弗雷亚看着李克说道：“因为我爱你。”李克震惊地问道：“你爱我什么？”弗雷亚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非常爱你，所以如果你要离开，我也要一起去。”李克低下头，我的大脑已经快要跟不上了。弗雷亚继续说道：“我爱你，不仅把你当做家人，也把你当做一个男人。我喜欢你，总是那么努力工作，甚至把全部薪水都捐给了孤儿院，即使我劝你也不听。”李克愧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弗雷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但你不用再担心了，镇上的冒险者工会最近联系了我父亲，请他去担任工会会长。”李克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为什么是现在？”弗雷亚看向窗外说道：“其实我父亲要再婚了。”李克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我从没听说过这件事。”弗雷亚微笑着说道：“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他已经孤独很多年了。我想他终于克服了尴尬，目前可能只有我知道。他的新妻子非常能干，甚至比我父亲更可靠。多亏了你和新母亲，孤儿院已经摆脱了贫困。他们说不再需要津贴了。”李克低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弗雷亚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已经工作得够辛苦了，李克，所以你应该为自己而活。”李克垂下眼帘，为自己而活。弗雷亚突然握住他的手：“李克，你讨厌我吗？”李克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弗雷亚注视着他说道：“我爱你。”弗雷亚注视着李克说道：“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吧，待在你身边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”当孤儿院的事情终于安顿下来，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。我决定下次见到你，一定要告诉你我的心意。一个会驱逐像你这样努力工作的人的国家，我一点也不想待下去。李克露出微笑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弗雷亚，请和我一起走吧。”就这样，虽然我无法避免被国家放逐的命运，但我决定带着我心爱的青梅竹马一起离开这个国家。加塔尼加王国王都国王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真是愚蠢至极！把那个蠢儿子给我带到这里来！”立刻，官员颤抖着回应道：“遵命，陛下。”国王继续下令道：“至于那些赶走李克愚蠢的家伙们，把他们全部送去矿山，作为惩罚。”官员冷汗直流地问道：“陛下，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”国王瞪向他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也想去矿山吗？”官员连忙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陛下，您是不是有点太高估李克了？”国王靠在王座上说道：“那个人是个天才，100年一遇，不是1000年一遇的天才。你难道不知道笼罩整个王都的结界吗？”国王指着窗外问道：“你以为覆盖王都、驱逐怪物的结界是谁建造的？”“那是李克建造的。”官员推了推眼镜，惊恐地回应道：“什么？覆盖整个王都的结界？还有前几天观察到那支庞大的飞龙军队，据说瞬间就消失了。”国王冷哼一声说道：“那也是李克做的。”官员大声问道：“怎么可能？用结界魔法做到这种事？”国王靠在王座上说道：“因为他是天才，他的结界术中隐藏着某种秘术。”官员疑惑地问道：“秘术？”国王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是超越人类理解释放出的强大力量。如果是他消灭飞龙，轻而易举。”官员追问答：“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国王看向远方说道：“我和魔法学院院长是多年的老友，他也一直在感叹李克是个真正的天才。”国王咬紧牙关说道：“我只希望那个蠢儿子不会因为放逐了他而感到后悔。”奥奇布雷鲁推开大门，兴奋地大声说道：“父亲！”
我已经成功放逐了那个罪犯李克，他一直在浪费纳税人的钱。现在队伍的实力应该已经减弱了，他们肯定意识到了。国王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站起身吼道：“你这个白痴！”奥奇布雷鲁愣在原地。父亲，出了什么事吗？国王指着他怒斥道：“你这个蠢货，你到底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？”奥奇布雷鲁不解地回应道：“蠢货？您是指我对这件事完美的处理方式吗？”国王张大嘴巴咆哮道：“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明白，所以我才叫你蠢货。”就这样，最强的结界师被释放到了荒野之中，这种连锁反应很快就会蔓延到整个世界。我也必须向达里乌斯先生正式道别才行。弗蕾雅走在月色下说道：“在那之前，不应该先去进行结婚问候吗？”李克停下脚步问道：“真的没关系吗？你知道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吧？还有你的工作。”弗蕾雅用力抱住他说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”李克欲言又止，但是弗蕾雅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这是我的选择。”李克看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弗蕾雅拉起他的手说道：“好啦，那我们去见爸爸吧。”李克有些紧张地回应道：“是啊，我到底该说些什么？”弗蕾雅催促道：“拿出点男子气概来。”弗蕾雅推开门喊道：“爸爸！”达里乌斯转过身：“哦，是李克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李克点头回应道：“托您的福，一切都好。”弗蕾雅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那个，爸爸，我要和李克结婚了。”李克问：“这也太直接了吧？”弗蕾雅理直气壮地回应道：“是吗？我觉得这样挺好。”达里乌斯大笑着说道：“好，当然好，绝对支持你们。”李克一脸震惊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达里乌斯看着他说道：“我很清楚李克的实力，也了解你的为人，而且你比任何人都更珍惜弗蕾雅。”弗蕾雅露出幸福的微笑。达里乌斯看着两人说道：“我就猜到会是这样。”弗蕾雅每次开口都在问李克回来了没。弗蕾雅猛地踢向他：“别说多余的话。”达里乌斯揉着腿问道：“那么你们两个打算住在哪？”李克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关于那个，其实我被王子赶出国家了。”弗蕾雅气愤地补充道：“爸爸，你听我说，那个笨蛋王子竟然说李克是个废物。”达里乌斯沉下脸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个蠢货。”弗蕾雅疑惑地问道：“哎，爸爸，你认识他吗？”达里乌斯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以前稍微训练过他，在我还是 S 级冒险者的时候。”李克和弗蕾雅惊叫道：“S 级？”达里乌斯双臂环抱说道：“我没提过吗？”李克难以置信地喊道：“完全没听说过呀！您总是漏掉最重要的信息。”达里乌斯继续说道：“那是国王亲自拜托我的，但王子那家伙并不喜欢，所以我当场就被解雇了。”达里乌斯看着两人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个笨蛋王子一直都是个蠢货啊！说他是笨蛋也太直接了。”达里乌斯摆了摆手说道：“算了，不说那个了。无论你们去哪里，只要弗蕾雅幸福就好。”他走到柜子旁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，递给李克说道：“这是给你们的贺礼，带上它吧。”李克慌忙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这不行，我不能接受这个。”达里乌斯强行塞过去说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这本来就是为女儿准备的嫁妆，以后我也不需要再往这里寄钱了。我和妻子会守护好这里。”李克看着他说道：“达里乌斯先生，那我就感激的收下了。”达里乌斯拍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照顾好我的女儿，本来想让你们见见我妻子，可惜她现在出门了。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出门了？”达里乌斯笑着回应道：“我的妻子现在是一名现役 S 级冒险者，最近吸血鬼及其眷属的目击情报一直没有中断过。”李克皱起眉头问道：“吸血鬼？”达里乌斯继续说道：“那是吸食鲜血、栖息于夜晚的不死怪物。传闻说暗夜女王已经复活了。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暗夜女王？”达里乌斯解释道：“那是来自远古时代的吸血鬼君主，据说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，人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将她封印。古代意味着连勇者都无法击败她吗？”达里乌斯走到门口说道：“虽然只是传闻，但吸血鬼增加是事实，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。”弗蕾雅笑着回应道：“没问题的，我们身边可是有最强结界师在呢，对吧？”李克看着他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李克握紧弗蕾雅的手说道：“是的，我绝不会让她受一点伤。暗夜女王也好，其他什么也罢，只要是阻碍我们的东西，我都会彻底铲除。”达里乌斯看着他说道：“敌人也许是不死之身，但如果是你的力量，一定没问题。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。”李克坚定地回应道：“在防御这方面，没有人能赢过我。”第二天清晨，弗蕾雅拎着大包小包说道：“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李克看着堆成山的行李说道：“弗蕾雅，你带的也太多了。”弗蕾雅理直气壮地回应道：“厨具和床上用品，这些都是必需品啊。”李克无奈地问道：“即便如此，我们要怎么带着这堆山在路上走呢？”弗蕾雅笑着看向父亲说道：“爸爸，你忘了吗？”李克拜托了。李克伸出手指指向地上的行李，结界转换，辅助公式5，收纳。蓝色的光芒包裹住行李，瞬间将其吸入异空间。达里乌斯惊讶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地面。达里乌斯看着空地说道：“果然，你的结界魔法完全不讲道理。”李克笑着回应道：“还不止这些，在攻击、防御和支援方面，结界术都有各自的终极技巧。”弗蕾雅双手叉腰说道：“只要有李克在，我们就绝对安全。什么吸血鬼，还有那个暗夜女王，根本不是李克的对手。”李克看向达里乌斯说道：“达里乌斯先生，我们要出发了。”他深深鞠了一躬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。达里乌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保重，在外面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月光洒在林间小路上，李克和弗蕾雅并肩而行。李克开口问道：“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去哪里？”去邻国的马德夫卡斯帝国，怎么样？
弗雷雅回应道：“那里是实力至上主义，只要足够强大，平民也能成为贵族。”李克点头说道：“那里应该也有冒险者工会，我们就去那里吧。听起来不错。”他突然眼神一凛，察觉到了空气中的杀气。弗雷雅，先进到结界里去。弗雷雅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李克神情严肃地回应道：“照做就是了。”他抬起手，结界。弗雷雅被光幕笼罩。李克，出什么事了？李克大声喊道：“来了！”数道血色光束瞬间炸裂，森林被强光吞噬。李克站在结界后，冷冷地注视着前方。烟尘中传来女人的笑声：“晚上好，肮脏的人类们！”一名白发红裙的女人从阴影中缓缓现身。李克低声说道：“吸血鬼吗？”女人傲慢地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暗夜女王。你们闻起来非常美味，就当我的宵夜吧。能成为我的食物，是你们的荣幸。”她猛地挥动利爪，抓向李克的结界。李克面无惧色，结界转换，攻击攻势一星。吸血鬼女人跌倒在地，惊恐地喊道：“这是什么？你怎么可能碰到我？物理攻击不应该对不死族起作用啊！”李克冷冷地看着他说道：“别来阻碍，我们展新的开始。”吸血鬼女人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你这卑贱的人类垃圾，别太得意忘形了！”李克眼神凌厉地回应道：“得意忘形的是你吧，可悲的伪长生者！别小看了结界师。”他张开五指，区区一名宫廷魔导士，我李克就是你的对手。李克挡在弗蕾雅身前说道：“我绝不会让他碰你一根汗毛。”弗蕾雅点头回应道：“加油！”李克张开双手，撑起巨大的白色方块结界，将两人护在其中。吸血鬼看着结界，嘲讽道：“你似乎会用些奇怪的招式，但在真正的吸血鬼面前，不过是耍猴戏罢了。”他张开双臂，释放出红色光芒，大声喝道：“能量吸收！”周围的树木迅速枯萎。吸血鬼狂笑道：“我要吸干周围所有的生命。”李克站在结界内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吸血鬼露出惊愕的神色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吸血鬼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还能站着？我瞬间就能吸干巨龙的生命。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因为我布下了结界。”吸血鬼咬牙喊道：“结界？结界魔法？荒谬！不可能！结界只是抵御物理攻击的护盾，不可能挡住能量吸收。你为什么毫发无伤？”李克看着他解释道：“我施展的结界能阻挡一切带有恶意的攻击。”吸血鬼满脸冷汗地问道：“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闻所未闻。”李克眼神冰冷地说道：“是吗？那就在你死前记住它。”他并起双指，在空中划出光芒，无数白色方块结界在四周展开，将吸血鬼彻底包围。吸血鬼咬紧牙关，这下糟了！结界防御攻势第三型。李克看着对方背后展开的巨大血色双翼说道：“那是血之翼吗？”吸血鬼狂笑起来，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我的力量是操纵血液的艺术。去死吧，人类！”血色射线。李克冷静地抬起手，咏唱道：“束缚！”红色光束如暴雨般落下，重重撞击在白色方块结界上，激起剧烈的震荡。吸血鬼面目狰狞地咆哮道：“给我被刺穿吧！”李克在结界中心纹丝不动，继续咏唱道：“结界变换，防御攻势第三型。”李克低声咏唱道：“弹开！”白色光芒瞬间爆发，将落下的血色射线悉数反弹。吸血鬼惊恐地喊道：“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竟然反弹了血色射线！”被反弹的红光击中身体，他重重摔落在地，捂着伤口颤声说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竟然正面击退了血色射线！”吸血鬼挣扎着站起身，满脸冷汗地质问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可是连魔神之躯都能贯穿的最强之矛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李克看着他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用结界反射了他。”吸血鬼难以置信地反问道：“反射？”李克走近一步说道：“没错，我只是软化了结界的材质。”吸血鬼看着伤口愈合说道：“竟然能这样使用结界！”李克看着对方的身体，他的身体正在再生，这就是不死族吗？李克看着喘气的对手说道：“怎么了？你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。面对区区人类，你似乎打得很辛苦。”吸血鬼愤怒地喊道：“闭嘴！人类不可能把吸血鬼逼入绝境。你到底是谁？”李克露出微笑问道：“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有缺陷的魔法师，只会使用结界魔法而已。”吸血鬼尖叫道：“别骗我了，别小看我，我可是高贵的血脉，绝不会输给人类这种生物。”他全身爆发出血色气息，喊道：“血色强化！”李克眼神一凛，看着对方冲向自己。吸血鬼化作一道红光，瞬间出现在李克面前。吸血鬼贴近李克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说道：“在这个距离下，你根本没法展开结界。”他背后伸出无数血色触手，喊道：“接招吧！这是我的秘技，血之玻璃。”触手如利刃般刺向李克。吸血鬼狂笑道：“我要直接吸干你的生命！”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的生命将彻底枯萎。李克被血色光芒淹没，却在近处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还活着。”吸血鬼的笑容瞬间凝固。“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之间没有空间，你不可能展开结界。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已经展开了，仔细看看我的身体。”他身上浮现出淡淡的蓝光，低声咏唱道：“结界变换，防御攻势第五型，铠甲。”李克看着对方说道：“我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极薄的结界，你那可怜的小把戏对我毫无作用。”吸血鬼后退一步问道：“你真的是人类吗？”他猛地展开双翼冲向天空：“今天就放过你，但下次我一定会杀了你。”吸血鬼撞上一道无形的墙，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路？李克抬起头咏唱道：“辅助攻势第六型，监狱。”巨大的白色光柱拔地而起，化作牢笼，将他困在空中。李克冷冷地说道：“不会有下次了，因为我要在这里彻底毁灭你。”吸血鬼在笼中挣扎着咒骂：“该死！”李克看着他回应道：“抱歉，我要把你封印起来。”吸血鬼惊恐地喊道：“封印我？”李克伸出手掌说道：“没错，
你是不死族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不会死，对吧？既然如此，我就要封印你的存在。吸血鬼满脸冷汗，我明白了，这家伙是古代结界师的后裔，是曾经封印过我们高贵血脉的人，他是唯一的天敌，是唯一能对抗我们不死族的人。吸血鬼在结界牢笼中挣扎，不要，我不想再被封印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自由，不要啊！李克眼神冰冷，双手合十咏唱道：秘技恶灵封印。耀眼的白光瞬间吞噬了牢笼，吸血鬼发出最后的惨叫，消失在光芒之中。李克看着光芒散去，说道：好了，封印完成。一枚十字架形状的吊坠静静地掉落在地。弗雷雅站在远处看着李克的背影，弗雷雅跑向李克喊道：太厉害了，李克，你竟然封印了传说中的吸血鬼。李克露出微笑，脑海中浮现出往事。金发女人抽着烟说道：弗雷雅是上天恩赐的孩子。年幼的李克坐在地上问道：上天恩赐的孩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吐出一口烟雾回应道：意味着他是特殊的存在，正因如此，未来会有各种妖魔鬼怪盯上他，你必须从那些怪物手中保护好他。李克看着师傅的背影问道：师傅，你不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吗？金发女人冷淡的回应道：不可能，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，所以我无法独自守在弗雷雅身边。他沉默片刻，轻声呼唤道：李克，保护好弗雷雅，直到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刻。李克脑海中再次响起师傅严厉的声音：哪怕要付出你的生命，也要守护好他。李克眼神变得愈发坚定。弗雷雅看着李克说道：太不可思议了，李克，你真的很厉害。不管那个愚蠢的王子说了些什么，就算被放逐了也没关系。我相信从现在开始，会有更多人认可你的价值。就算没有人认可，我也永远会在你身边。我会成为那个真正理解你力量的人。你是一个强大且不可思议的结界师。李克轻声回应道：谢谢你，弗雷雅。我能去检查一下周围的情况吗？有些事情让我很在意。弗雷雅问道：周围吗？李克点头说道：是的，我有些在意的事情。弗雷雅回应道：好，我明白了。李克转身走向森林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弗雷雅独自站在原地，望向他离去的方向。李克捡起地上的十字架，喂，吸血鬼，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。十字架微微颤动，传出一声闷哼。李克疑惑地问道：卡米拉愤怒地咆哮道：啊，竟然输给了一个人类，输给了这种低等生物，我竟然输了啊！李克看着手中剧烈震动的十字架，惊呼道：这是什么？十字架爆发强烈蓝光，光芒吞噬了李克的手掌。卡米拉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能出来？李克站在对面回应道：不，严格来说你没出来，我只是稍微松动了十字架上的封印，让你的一部分身体能够显现出来。卡米拉满脸困惑，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李克继续说道：你作为吸血鬼的力量，目前被封印在十字架里。卡米拉咬牙问道：只封印我的力量，你到底用了什么结界？这根本不是常人的水准。李克冷冷地说道：我暂时把你放出来，是因为有事要问你，老实回答我。卡米拉冷哼一声：我才不会和人类说话。李克发动结界术，束缚卡米拉发出惨叫：哇呀呀呀！李克看着变回十字架的卡米拉说道：我随时能把你关回去，甚至可以把十字架丢进深不见底的大海。卡米拉惊恐地喊道：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反抗你了，我绝不会违抗您，主人。卡米拉大声喊道：快放我出去，我讨厌阴暗狭窄的地方。真是奇耻大辱，竟然要服从一个人类。李克冷冷地问道：你想问什么？首先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卡米拉咬牙回应道：对吸血鬼来说，告知名字就等于交出了存在的掌控权，不能轻易告诉你。李克平静地说道：我知道，所以我才问你。卡米拉无奈地叹气：好吧，我明白了，我是卡米拉。卡米拉·弗拉德，采配师。李克点头说道：原来是卡米拉，我是李克。卡米拉愤愤不平地说道：审问一个小女孩，你作为人类，难道不觉得羞耻吗？李克冷笑道：你的年纪应该比我大得多吧？卡米拉，你之前提到的高贵血统，那是什么？卡米拉回应道：那是对我们真祖吸血鬼一族的称呼。李克看着卡米拉问道：一个种族吗？也就是说外面还有你的同类？卡米拉低头回应道：没错。李克平静地说道：你只是那个种族里最弱的一个吧，毕竟你看起来很可怜。卡米拉跳起来喊道：我不弱，你才是怪物。卡米拉指着他大叫：我是说你太强了，你竟然能独自压制吸血鬼，还一个人完成了封印仪式，那可是需要多人花费数小时的大型魔法，你根本不是人类吧？李克疑惑地问道：怪物，真没礼貌，我是人类。卡米拉抓狂地喊道：能单手封印暗夜女王的人才不叫人类。李克淡淡地说道：不，我是人类，只是你太弱了。卡米拉气得直跺脚：你真是太气人了。李克神情严肃地问道：既然还有其他吸血鬼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卡米拉冷静下来回应道：他们被封印了很久，但那些封印差不多也该到极限了。李克陷入沉思：为什么你的封印会先解开？卡米拉露出尖牙说道：我曾经吸过一位结界大师的血，在那时我吸收了一部分关于结界术的知识，所以我才能比其他人更快地破开封印。我们真祖吸血鬼能夺取猎物的力量。李克惊讶地问道：所以你也会使用结界术？卡米拉回应道：是的，虽然远不及你的程度。李克追问答：你了解那些被封印同伴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能力吧？卡米拉点头说道：当然，我们可是同族。李克沉默片刻，突然伸出手指指向卡米拉。卡米拉愣在原地。等一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李克神情严肃地说道：卡米拉·弗拉德，采配师，成为我的仆从吧。卡米拉惊叫道：什么？你要我成为人类的奴隶？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
没错，把关于高贵血统的知识全部交给我，作为交换，我会给你一点自由。卡米拉愤怒地喊道：“别开玩笑了，我可是高贵的真祖！”李克抬起手，束缚，抱歉，这并不是在征求意见，这是已经决定的事实。卡米拉发出惨叫，蓝色光芒化作锁链，将卡米拉强行拉回十字架之中。卡米拉在十字架中咒骂道：“你这个怪物，简直是恶魔！”李克看着十字架，回应道：“被吸血鬼这么评价，我就当成是赞美了。”卡米拉不甘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我？”李克望向夜空说道：“既然这世上还有其他高贵血统，我迟早会遇到他们，提前掌握一些知识，总没坏处。”卡米拉冷哼道：“别白费劲了，我绝不会背叛同族。”李克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想被永远封印吗？”卡米拉立刻改口道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李克收起十字架，说道：“还有，尽量不要说话，我不想让弗雷亚发现。”卡米拉回应道：“那我们就用心灵感应交流吧。”李克跑回营地，弗雷亚迎上来问道：“啊，李克，一切都还好吗？”李克伸手摸了摸弗雷亚的头，说道：“没问题。”弗雷亚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太好了，我总算放心了。”他顺势靠在李克怀里，李克温柔地注视着他。卡米拉的声音在李克脑海中响起：“这个味道，原来如此。这个女孩难道她是那些人之一吗？”李克看向弗雷亚说道：“耽误了不少时间，我们出发吧。”弗雷亚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李克抬起手，指尖凝聚光芒，结界数奥亿万物创造一辆华丽的马车，凭空出现在森林中。李克招呼道：“好了，弗雷亚，上车吧。”弗雷亚点头说道：“好的。”卡米拉疯狂大叫道：“等一下！”李克皱眉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很吵啊！”卡米拉惊恐地喊道：“那是马车吧？你刚才做了什么？马车怎么会凭空出现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只是用结界做了一辆马车而已。”卡米拉崩溃地喊道：“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结界怎么可能做出马车？”李克解释道：“只要用结界创造出原子就行了。”卡米拉尖叫道：“原子！”李克继续说道：“世间万物都是由微小的原子组成的，我将结界缩小到极限，创造出伪原子，再用这些原子组合成想要的形状，就能生成任何东西。很简单吧？”卡米拉咆哮道：“一点都不简单！你这个疯子，你根本就是个怪物，你太危险了！”李克没有理会，赶着马车驶向远方，收服了吵闹的吸血鬼。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。此时的我们还不知道前方会有怎样的艰辛在等待着我们。收服了传说中的吸血鬼，让他成为我的仆人，坐上用结界制造的马车，我们踏上了旅程。弗雷亚抱着黑猫说道：“你真可爱，喵！因为我能自由控制结界，所以不需要马夫，只有我们两个。”李克看着身旁问道：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吗？”弗雷亚笑着回应道：“或者说是两个人加一只动物。”这只黑猫的真实身份是暗夜女王卡米拉，她一直尖叫着讨厌永远被困在十字架里，我只好用结界为她制造了这个容器。卡米拉脖子上的项链闪烁着十字架的光芒。弗雷亚抚摸着黑猫问道：“李克，你在哪找到这么可爱的小东西？”李克一边驾车一边回应道：“就在刚才战斗的地方，可能是和父母走散的小猫。”弗雷亚心疼地抱紧黑猫，真可怜，让它成为我们的家人吧。卡米拉在怀里吐着舌头。李克看着这一幕，可恶，好嫉妒！卡米拉盯着他，现在可不是沉溺嫉妒的时候。外面好像有麻烦，李克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听起来外面出事了。”弗雷亚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李克停下马车说道：“好像有麻烦，我下去看看。”弗雷亚紧跟其后回应道：“等等，我也去。”两人走下马车，路边横七竖八躺着士兵，伤兵倒在地上呻吟道：“好痛，真的好痛！”李克看着眼前的惨状，这真是太糟糕了。弗雷亚担忧地说道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员？”士兵倒在地上大喊：“药水，快把所有药水拿来！”李克看着眼前的惨状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转头对弗雷亚说道：“抱歉，这可能要花点时间。”弗雷亚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也来帮忙。”李克走上前问道：“你们还好吗？”塞拉吉靠在树边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李克蹲下身子回应道：“我只是个旅行者，懂一点医术，请让我帮忙吧。”塞拉吉虚弱地说道：“真的吗？那真是帮大忙了。那边还有很多重伤员。”李克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突然发现异样，等等，你伤得更重，你的左臂怎么了？塞拉吉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精英干的。”李克震惊地重复道：“精英？”塞拉吉靠着树干说道：“我们原本在追捕凶猛的野兽，却在途中遭到了反击。我的手臂就是在那时丢的。”弗雷亚察觉到怀里的异样，低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小猫？你从刚才起就一直在发抖。”卡米拉蜷缩在怀里。这些人是……李克看着塞拉吉说道：“让我先为你治疗。”塞拉吉苦笑着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但已经没用了。断掉的手臂是修不好的。”李克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我可以修好它。”塞拉吉愣在原地：“什么？”李克伸出手掌，结界转换，辅助攻势2，治愈。蓝色的结界光芒闪烁，笼罩了断裂的伤口。塞拉吉看着左臂惊呼道：“我的手臂竟然恢复原状了！”李克收起结界说道：“请试着动一下。”塞拉吉用力握紧拳头：“这真是奇迹！谢谢你，这样我就能再次狩猎牙了。”李克礼貌地回应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随后疑惑地问道：“狩猎牙？”卡米拉蜷缩在角落：“他在说我。”塞拉吉向远处的同伴大喊：“大家快看，我们有救了！这位是著名的治愈师。”李克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那个，我并不是治愈师。”塞拉吉紧紧抓住他的肩膀：“拜托了，请救救我的同伴们！”李克看着满地伤员，深吸一口气，束缚结界展开，群体治愈。巨大的蓝色光球瞬间扩张，笼罩了整片森林。原本重伤倒地的士兵们，伤口竟奇迹般愈合。士兵们纷纷站起身，惊叹道：“哇，这是什么？
是神，神降临了！大家激动地欢呼起来。感谢您，治愈神殿的神大人。李克无奈地解释道：“都说了，我既不是治愈师，也不是神，我只是个结界师。”塞拉吉愣在原地问道：“结界师？”塞拉吉惊讶地问道：“这是结界魔法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李克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这种结界氧气浓度更高，充满了光之法力，能最大限度提高自然治愈力。”塞拉吉挠了挠头回应道：“虽然不太明白，但真的太厉害了，谢谢你，结界师大人。”李克摆了摆手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你们追捕的野兽是什么？”塞拉吉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你一定要小心，这附近有一个凶残的牙。”李克试探着问道：“吸血鬼？”塞拉吉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被称为暗夜女王的恐怖之牙。”他在说卡米拉，卡米拉在弗雷亚怀里挣扎。我都说了我不弱，是你这家伙太强了。李克摸着下巴问道：“那个强大的吸血鬼具体在哪？”随后看着塞拉吉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以放心了，我已经封印了暗夜女王。”塞拉吉瞪大眼睛惊呼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所以请不要再担心了。”塞拉吉松了一口气，感叹道：“如果是你的力量，确实有可能实现。”随后恭敬地问道：“请问您的名字是？”李克转过头回应道：“我是李克。”塞拉吉拍着胸脯说道：“我是塞拉吉，领导着牙猎人部队。”李克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塞拉吉吗？我明白了。等等，牙猎人。”卡米拉睁开红色的双眼，牙猎人是专门消灭吸血鬼的专家。李克露出无奈的神色，原来还有这种职业存在。塞拉吉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李克大人，我有一个请求。”李克被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塞拉吉直接跪在地上说道：“请务必加入牙猎人吧，我会立刻退位，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你。”李克果断地回应道：“我拒绝。”塞拉吉震惊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封印暗夜女王的力量，像你这样的人一定能轻易拯救世界。”李克看着远方，拯救世界吗？那对我来说太遥远了。我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我唯一能守护的东西。李克看向身边的弗雷亚，露出温柔的微笑，只是眼前这些微小的幸福。塞拉吉死死拽住李克：“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请务必加入牙猎人吧。”李克一脸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我说了，我拒绝你。”塞拉吉不依不饶地喊道：“拜托了，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，请加入牙猎人吧，让我们一起从吸血鬼手中守护这个世界。”李克忍无可忍地大喊道：“我说了，不行！”塞拉吉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”卡米拉问道：“李克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李克回应道：“我想去镇上当冒险者。”卡米拉继续问道：“所以你不打算加入獠牙猎人吗？为什么？”李克看着熟睡的少女：“如果加入组织，会有稳定的收入和住处吧？听说猎杀吸血鬼连1枚金币的报酬都没有，而且没有薪水。”卡米拉流下冷汗：“那些猎人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真是个可疑的组织。”李克无奈地说道：“他们说自己背负着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，那些獠牙猎人根本就是一群狂信徒。”李克坐在马车上说道：“我不能再待在祖国了，如果要和弗雷亚一起生活，我需要钱，而且我被宫廷驱逐了，只是个只会结界魔法的残次品法师，怀疑用这种魔法能不能找到工作。”卡米拉回应道：“原来这就是你想当冒险者的原因，那里只看能力，不看身份和背景。”他接着问道：“你以前当过冒险者吗？”李克摇头说道：“从来没有，毕业后我就离开村子，直接进入了宫廷。”卡米拉叹了口气：“你真的没问题吗？你有点缺乏常识，甚至可能会死。”李克手中凝聚出结界：“我跟着师傅修行过，知道该怎么战斗，所以应该没问题。”卡米拉疑惑地问道：“师傅？”李克看向远方说道：“他教了我结界的基础，还有如何利用结界技术去进行战斗。”远处突然传来巨响，李克警觉地抬起头。李克站在马车边缘，看向天空说道：“是一条龙。”卡米拉惊叫道：“为什么你这么冷静？那可是龙啊，是超强力的怪物。”李克露出微笑说道：“和师傅修行的时候，我打败过很多次，而且这条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”李克举起右手，巨大的结界阵法瞬间笼罩整辆马车。他盯着巨龙说道：“封印！”结界方块飞向空中，精准击中巨龙头部，将其重砸向地面。卡米拉看着坠落的巨龙，发生了什么？一条龙竟然从天上直接掉下来了！巨龙倒在地上，激起漫天尘土。李克安抚着受惊的马：“好了，没事了。”卡米拉惊恐地问道：“不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”李克看着巨龙尸体，平淡地回应道：“我只是用结界让他窒息了而已。”卡米拉惊叫道：“窒息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李克走向巨龙说道：“很简单，用结界包住他的脸，抽干里面的空气，让他窒息就行了。”卡米拉大声吐槽道：“抽干空气，这种事真的可能吗？”李克转过头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施展结界时，那一整片空间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能做到这种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卡米拉气得跳脚：“一点都不正常，你的结界魔法简直强得离谱。”李克无奈地说道：“我身边没有人精通结界魔法，就算别人说我奇怪，我也没法和人比较。”他盯着李克问道：“为什么你对这种事一点自觉都没有？”卡米拉无奈地回应道：“你已经异常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了，那你为什么要特意让他窒息而死？用你的星辰咒语，不是能直接解决吗？”李克检查着龙鳞说道：“那样会弄坏鳞片吧？魔物的尸体只有在完整的时候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”卡米拉看着巨龙尸体说道：“所以你让他窒息了？”李克点头回应道：“没错。”他伸出手掌，低声念道：“收纳。”巨大的龙尸瞬间消失。李克拍了拍手说道：“好了。”卡米拉尖叫道：“一点都不好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龙尸竟然凭空消失了！”
李克转过身解释道：“我把它存进结界里了。”黑猫震惊地问道：“存进结界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。”李克耐心地说道：“听好了，结界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空间魔法，结界的内部会变成一个独立空间，那是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异次元。把东西塞进那个空间，就是结界的附属功能，叫做收纳。”卡米拉彻底无语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你真是个怪胎。李克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好吧，确实如此。”卡米拉小声嘀咕道：“你是个有缺陷的魔王，怪胎这个词很适合你。你已经习惯了这种异常的状态，把结界魔法当成日常，这是一个漏洞吗？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漏洞？那是指我很弱吗？”卡米拉大声反驳道：“是指你太强了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李克摊开手说道：“大家都叫我缺陷品。”卡米拉气愤地喊道：“你刚才可是轻而易举打败了真祖吸血鬼！”李克不解地问道：“吸血鬼有那么强吗？”卡米拉严肃地回应道：“在古代，他们被畏惧为最强种族。”李克看着天空说道：“提起过去也没用，我其实没见过吸血鬼。”卡米拉在地上抓狂，真是太让人挫败了。李克拎起卡米拉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卡米拉突然睁大眼睛：“李克，我感觉到了敌人！”他盯着远方喊道，而且数量非常多。天空中成群的飞龙正席卷而来。李克看着漫天的飞龙，发出惊叹：“那是一座移动的宝山。”卡米拉流下冷汗：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？”李克露出微笑说道：“当然是认真的。”他举起双手，指尖凝聚出强光。虽然我是辅助型，封印监狱囚笼，巨大的光之鸟笼瞬间在半空中成型，将所有飞龙困在其中。飞龙群疯狂撞击结界，却无法撼动分毫。李克看着挣扎的猎物，他眼神变得冰冷，注视着结界内的动静。卡米拉惊恐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李克拎着他说道：“不，有些奇怪。”结界表面出现裂痕，瞬间崩碎。李克惊讶地说道：“我的结界竟然被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。”扩大范围后，结界的强度确实下降了，但也不该被轻易击穿。不管那是什么力量，都足以突破防御。一只巨大的古龙发出震天咆哮，从烟尘中现身。卡米拉尖叫道：“是僵尸龙！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僵尸龙？那是什么？”卡米拉颤抖着回应道：“那是高位吸血鬼的仆从，是巨龙腐烂后变成的怪物。”他看着那头怪物，身体已经完全腐烂，散发着恶臭。李克皱起眉头说道：“腐烂成那样的话，根本卖不出去吧？”卡米拉大声喊道：“现在是担心那个的时候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要再次封印他吗？”李克问道：“就算变成了僵尸，他也不是不死的吧？”卡米拉流着冷汗回应道：“只有吸血鬼是不死的，那家伙并没有不死性。”李克嘴角微扬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他就没用了。”他双手合十，开始凝聚魔力。卡米拉紧张地问道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”他看着僵尸龙提醒道：“那家伙腐烂的血肉会污染土地和空气，随便伤到他可不妙。”李克平静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……”他眼神变得锐利，盯着怪物说道：“我会把它彻底抹杀，不留一点痕迹。”卡米拉张大嘴巴，发出疑惑的声音：“哈！”卡米拉惊恐地看着前方问道：“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”李克双手合十，掌心汇聚起耀眼的强光。卡米拉大声问道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”李克眼神冰冷地说道：“结界转化，秘术。”他张开五指，掌心的光芒化作漆黑的球体，虚无。李克挥动手臂，蓝色的能量瞬间爆发。卡米拉看着眼前的漆黑球体，虚无，黑色球体瞬间膨胀，化作巨大的冲击波，直接命中前方的巨龙。巨龙发出痛苦的哀鸣，在强光中被彻底吞噬。李克站在原地，看着眼前剧烈的爆炸，火焰冲天而起。卡米拉被巨大的冲击力掀翻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在空中翻滚着喊道：“哇呀呀呀呀呀！”他被强光彻底淹没，向后方飞去。李克看着消散的烟尘说道：“搞定了。”卡米拉连滚带爬的跑过来，刚才那到底是什么呀？李克转过头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秘术虚无。卡米拉瞪大眼睛问道：“虚无？”李克看着卡米拉解释道：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为原子的微小粒子，当用结界制造的中子去撞击特定的原子时，粒子就会发生分裂。”卡米拉听得双眼发直，露出呆滞的表情。李克继续说道：“分裂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这就是原理。”卡米拉流着冷汗回应道：“我完全听不懂。”李克摸着下巴说道：“原理和核弹一样。”卡米拉愣在原地，他刚才说了什么？李克摊开双手说道：“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。”卡米拉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：“你竟然不明白？”他看着远处的巨龙：“你不明白，还敢用那种招式？你这家伙简直太荒谬了。”李克挠了挠头回应道：“确实如此，如果不了解招式，可能会很危险。”卡米拉气得全身发抖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那招太强了，那种能抹除一切的毁灭之光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”李克望着远处的宏伟城市，这就是马杜卡斯帝国，真是个美丽的国家。他坐在行驶的马车上，问道：“弗雷亚，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？”弗雷亚回应道：“这里是萨拉迪亚斯城，位于萨拉迪亚斯领地内，这里是通往帝国的门户，所以人流量非常大。”李克看着街道上往来的各种亚人族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确实很热闹，我们先找个旅馆住下，再去冒险者工会办理登记。”弗雷亚点头问道：“好啊，我们要选哪家旅馆呢？”弗雷亚拿出一张传单，展示在李克面前说道：“搭大。”弗雷亚举起传单说道：“我已经选好推荐的旅馆了。”两人来到旅馆房间门前，李克看着房门问道：“那个，你确定吗？”他走进房间，看着屋内唯一的床铺，说道：“只有一间房。”弗雷亚盯着李克问道：“哎，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？”李克慌乱地挥动双手：“不，那个。”弗雷亚微笑着说道：“开玩笑的，我知道啦，快过来。”李克看着眼前的少女，
弗雷雅突然伸手，一把将他拉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好啦，抓到你了。我们这一路走来已经很累了。”李克靠在他的肩头：“是啊，发生了不少事。”弗雷雅抚摸着他的头说道：“你做得很好，今晚就好好睡吧，为了明天做准备。”李克闭上双眼，在温暖的怀抱中睡去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李克站在宏伟的建筑前说道：“我要去这个工会登记。”弗雷雅一脸担忧地问道：“没问题吗？你不会又搞砸吧？”李克转过头反驳道：“什么叫搞砸？我只是去登记而已，不会发生什么的。”他迈步走向工会大门，大门感应到有人靠近，自动向两侧滑开。李克惊讶地说道：“哇，好厉害！门竟然自动开了。”他走进宽敞的大厅，环顾四周嘈杂的人群，说道：“接待处是在后面吗？”李克走到柜台前，接待员微笑着说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”李克拿出一份文件说道：“那个，我想成为一名冒险者。”接待员递过表格说道：“那么请在这里填写必要的信息。”李克拿起羽毛笔，在纸上快速书写。接待员拿起表格念道：“让我看看，职业是魔法师。”他露出迟疑的神色。习的技能，真的只有结界魔法吗？李克认真的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是我唯一能用的。”接待员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明白了，那么你需要参加考试。”李克惊讶的问道：“哎，还有考试吗？”接待员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是的，在马杜卡斯帝国必须通过注册考试，不过请不用担心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。首先是魔力测量，我们要检查你体内的魔力值。”他拿出一颗透明的水晶球，放在柜台上说道：“请把手放上来。”李克看着眼前的透明球体，有些担心的问道：“用这个魔导具吗？真的不会坏吗？”接待员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这颗水晶球施加了强化魔法，绝对不会损坏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触摸水晶球，并向其中注入魔力即可。”水晶球亮起微弱的光芒，显示出数字150，竟然真的有魔力测量装置，在王国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接待员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这是帝国最近开发的新型魔导具。”李克有些犹豫地问道：“那个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的魔力其实相当多。”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：“喂，你在得意忘形什么呀，小子？”李克转过头，看着走近的胖男人问道：“请问你是哪位？”粉发男人挺起肚子，一脸狂妄的大声说道：“我是卡马斯，卡马斯迪月后屋，竟然不知道伟大的卡马斯大人，帝国的贵族大人，你是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包子吗？”李克大声嘲笑着：“为什么贵族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”卡马斯指着李克喊道：“闭嘴！顺便说一下，伙计，我刚才都听到了，明明是个魔法师，却只会用结界魔法，就这样你的魔力还敢说惊人？只会基础中的基础的家伙，凭什么在这里得意忘形？”李克眼神冷淡地回应道：“如果你跟我没业务往来，能请你让我一个人待着吗？”卡马斯凑上前说道：“我可是出于好心才给你建议，在这个实力至上的国家，像你这种次品还想成为冒险者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”李克没有理会嘲讽，将手按在水晶球上。卡马斯在背后继续叫嚣：“喂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”李克掌心猛地发力，魔力如潮水般涌入水晶球，原本平静的水晶球瞬间爆发出耀眼的蓝光，强大的能量波动席卷大厅，水晶球表面出现无数裂纹。水晶球无法承受负荷，瞬间炸裂成无数碎片。卡马斯瞪大双眼，张着嘴僵在原地，冷汗顺着肥脸流下。接待员看着满桌碎片，哎，李克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。卡马斯大声尖叫：“什么？”接待员看着碎裂的水晶说道：“不敢相信，测定魔力的水晶竟然碎了，这简直闻所未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李克看着手中的碎片，看来魔力测定器坏了，因为他无法承受我那超乎寻常的魔力，所以我才问过，真的没关系吗？接待员平复心情说道：“接下来进行下一项考试。”李克问道：“请问还有几项考试？”接待员伸出2根手指回应道：“剩下的还有靶场练习以及实战模拟考。”李克看向远方：“还有2场啊，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。”接待员指着远处的靶子说道：“下一项考试是靶场练习，请从这里攻击那个靶子。靶子内置了测量强度的模具，数值达到标准即可通过。”李克看着靶子，原来如此，不仅是魔法，也测试远程攻击能力吗？接待员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比如附带强化咒语的弓箭也可以参加测试。”李克问道：“这个东西能承受多大力量？”接待员笑着说道：“请放心，它被施加了硬化结界，绝对不会损坏的。”李克陷入沉思，考虑到刚才发生的事，也许我该收敛一点。卡马斯走过来嘲讽道：“臭小鬼，你在得意什么？你这种只会结界魔法的次品，怎么可能击穿靶子？反正你注定会失败，不如让我给你演示一下。”李克回应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卡马斯气愤地喊道：“为什么不？”李克问道：“你也是来注册冒险者的吗？”卡马斯大声质说道：“当然。”李克说：“你既然是贵族，为什么要来受这份罪？”接待员叹了口气说道：“闭嘴吧，你！”卡马斯张开双臂喊道：“看好了，这就是我的炼狱之火，出来吧，火精灵，寄宿于我手，击碎我的敌人。”他脚下展开魔法阵，双手挥去巨大火球，猛地向前踢出，并喊道：“火球术！”火球划破长空，重重撞击在靶子上，引发剧烈爆炸。接待员看着漫天火光，惊讶地说道：“惊人的力量！”靶子上显示出数值，接待员赞叹道：“太棒了，远超合格线！”卡马斯大笑道：“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真正实力。”接待员看向李克说道：“接下来轮到李克了。”李克走向测试位：“你应该明白吧？”“我知道，我不会使用虚无。”李克伸出手指指向前方，喊道：“子弹！”
一道蓝光瞬间贯穿空气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远处的墙壁彻底粉碎。靶子中心出现一个空洞，周围布满裂痕。接待员呆立在原地，卡马斯惊恐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李克收起手，平静地站在废墟前。卡马斯指着李克大喊道：“吴咏唱诗法，那可是高等技巧。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卡马斯气得跳脚：“你明明知道是高等技巧，竟然还敢直接使用！”卡米拉在远处注视，他竟然在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了吴咏唱技巧。接待员看着废墟说道：“通常不经过咏唱，魔法威力会大幅下降。即便如此，竟然还是破坏了模具。”李克看着被打穿的靶子，直接被贯穿了，当然会坏掉。真是奇怪，我明明为了不弄坏它，已经收手了。卡马斯愤怒地吼道：“骗子！这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首先，你为什么用结界攻击？我绝不相信。”李克无奈地问道：“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会相信？”卡马斯长红了脸，大喊道：“决斗！你必须跟我决斗！”卡马斯看向接待员问道：“第3场考试是实战对吧？”接待员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通常是与工会冒险者进行1对1的战斗，以此来测试考生的能力。”卡马斯指着李克喊道：“那就让我和这个次平打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以此来评估我们的表现。”李克面无表情地站着。接待员有些迟疑地说道：“如果李克没意见的话，那就这样吧。”李克回应道：“没问题，我不介意。”他走向场地中央，赶紧结束吧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卡马斯站在对面喊道：“很好，你这个次品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魔法，在魔法决斗中我绝对不可能输。”接待员举起手，大声喊道：“那么开始！”卡马斯立刻蹲下身子，双手按向地面喊道：“出来吧，火精灵，寄宿于我手！”李克冷静地抬起右手，指尖亮起微光。李克抬起手，低声念道：“束缚！”卡马斯见状嘲笑道：“凭这种可怜的防御咒语，你以为能挡住我的魔法吗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，没那个必要。”卡马斯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接招吧，火球术！”他猛地挥动手臂，巨大的火球呼啸而出，带着滚滚热浪冲向前方。卡马斯看着火球转向，什么？魔法的方向改变了！哇呀！退后，快退后！火球猛然炸裂，将他彻底吞没。李克看着他，比起挡住他，我只是利用了他。卡马斯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冒着黑烟。发生了什么？李克平静地说道：“我用结界反射了魔法，你为什么不看看周围？”卡马斯环顾四周，结界。李克指着透明的屏障，防御术是镜面，这是一种反射魔法攻击的技巧。卡马斯张大嘴巴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反射魔法，竟然有这种事！”李克看着卡马斯说道：“只要掌握了结界魔法，这种事是有可能的。”卡马斯瘫坐在地上，失魂落魄的呢喃道：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”接待员一边鼓掌一边走近，太精彩了，李克！没想到你只用结界魔法就彻底压制了他。李克问道：“谢谢。那么结果如何？”接待员笑着回应道：“你当然通过了。”李克转头看向地面，那卡马斯呢？接待员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啊，他也通过了。”李克看着昏迷的卡马斯，那就好，毕竟他确实能使出威力足够的魔法。卡米拉在远处观察，真看不透这个少年到底是自信还是自大，完全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个混蛋。接待员张开双臂，大声宣布：“欢迎来到冒险者公会，李克，我们由衷的欢迎你。”李克站在阳光下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接待员热情地说道：“李克大人，诚挚欢迎您来到公会。”李克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是在叫我吗？”接待员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叫兰卡，期待与您合作。”李克看向他问道：“兰卡，这里可以卖怪物材料吗？”兰卡点头说道：“当然可以。您带了什么东西吗？”李克指着身后说道：“是我击败的怪物。”兰卡指着工会内部说道：“没问题，请到里面的柜台核验。”李克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不，那恐怕不行。”兰卡疑惑地问道：“不行是什么意思？”李克挠着头回应道：“大概绝对放不下。”兰卡陷入了困惑。李克低声说道：“就是这个。”他伸出手掌，掌心亮起结界的光芒，巨大的青色巨龙凭空出现在空地上。兰卡惊叫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从哪里拿出来的？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哎，你在惊讶这个吗？”李克指着巨龙喊道：“难道没有魔法袋或者空间魔法吗？”兰卡摊开手说道：“但是你不是只能使用结界魔法吗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用结界也能做到。”兰卡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李克肯定地说道：“是的，只要足够努力就行。”兰卡无奈地说道：“我不觉得努力就能做到这种事。”李克再次强调道：“只要真的非常努力，就可以做到。”兰卡呆立在原地。哈，我明白了。李克看着兰卡，兰卡好像已经放弃思考了。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惊叹，竟然是巨龙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尸体。兰卡回过神来：“你到底是怎么杀掉他的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让他窒息了。”兰卡疑惑地问道：“窒息是把他按进水里吗？”李克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是用结界杀掉的。”兰卡惊叫道：“哈，这不可能！”围观的人群喊道：“那只是基础咒语，绝对做不到这种事。”李克伸出手掌解释道：“我用结界覆盖住敌人的脸，然后抽干结界内部的空气。”兰卡听完后陷入了更深的沉默。李克看着众人，是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困惑了？兰卡低头说道：“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”李克有些尴尬：“抱歉让你们困惑了，我只是不想被误会，我没有通过任何不正当手段获取这具尸体。”兰卡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李克大人，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您的真正实力。”李克轻声喊道：“兰卡！”兰卡看着巨龙说道：“但是这具尸体太完美了，李克大人，很遗憾，本分部无法收购它。”李克震惊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为什么不行？”兰卡
无奈地解释道：“如此完整的绿龙，价格将是天文数字。工会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笔钱。”李克绝望地大喊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兰卡深深鞠躬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是我的失职，没有考虑到工会的规模限制。”李克握紧拳头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接个任务吧。”“我想接个任务，有采集草药之类的吗？”兰卡指着远处说道：“有的，去附近的森林采集1公斤药草。”李克兴奋地回应道：“就是那个，我接了。”兰卡递过申请表说道：“请拿好这份申请表，完成后带回药草就能领取奖励。”李克接过表格说道：“明白了，非常感谢。”他转身走下台阶，准备离开工会，身后传来一阵嘲笑声：“采药任务真是适合缺陷品啊！”李克停下脚步：“谁？”卡马斯带着随从走来，满脸狂妄地大笑着。李克看着他问道：“哦，卡马斯，你已经康复了吗？”卡马斯挺起胸膛说道：“我要去森林狩猎怪物了，不像你这个小缺陷品，既然你只是个只会防御的废物，就别踏进森林一步。”李克平静地问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我抢了你的风头吗？”卡马斯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我才没说过这种话，我是因为善良才给你建议，我是在告诉你不要做超出你身份的事。”他冷哼一声，带着随从傲慢地离去。李克看着他的背影，那个人是个彻底的笨蛋吗？明明亲眼见识过我的实力，却还是继续看不起我。人们果然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。李克迈开脚步，总之先去采集药草吧。李克站在街道中心，低声喝道：“结界！”一道弧形光芒闪过，他带着卡米拉瞬间冲向高空。卡米拉在风中惊叫道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”李克稳稳落地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。”他神情轻松地看向身后的卡米拉，卡米拉瘫坐在地上，这一点都不好。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吗？”卡米拉愤怒地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能飞得这么自然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用魔法飞过来的。”卡米拉大声反驳道：“你不是只能使用结界魔法吗？”李克转过身说道：“没错，所以我才用结界飞行。”卡米拉仰天长啸，这根本毫无逻辑，完全无法理解。李克平静地说道：“其实原理很简单，结界是施加在空间本身的力量。它在空中设定好一个坐标，然后展开结界。如果把石头放进悬浮的结界里，石头也会悬浮。只要移动结界，内部的物体也会跟着移动。”李克继续解释道：“如果我用结界包裹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移动它，那就意味着我可以自由飞行。”卡米拉看着李克，一如既往：“你的手段总是超出常理。”李克看向森林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开始采药吧。”卡米拉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能分清哪些是药草吗？”李克头回应道：“我不需要做那种事。”李克站在森林中，低声喝道：“结界！”卡米拉看着远处，他在做什么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李克平静地说道：“我展开了巨大的结界，接下来要这样做。”他猛地握紧拳头，结界正在缩小吗？李克手中汇聚光芒，结界迅速收缩，变成了一个发光的球体。卡米拉惊呼道：“这是什么？难道这些全是药草吗？”李克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这一带所有的药草都在这里了。”卡米拉难以置信：“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李克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我先展开球形结界，然后缩小它，在缩小的过程中，把目标以外的东西全部推出去。”卡米拉看着结界，所以只有药草留在了结界内部吗？李克打了个响指说道：“没错，收纳。”他将药草球收起，转身说道：“多谢夸奖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卡米拉感叹道：“太不可思议了，只用结界就能做到，李克大人真是了不起。”森林深处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，李克眼神一凛，远处传来呼救声：“救命啊！”远处传来惨叫：“救命啊！”李克望向森林，那是那个软弱的贵族，看起来是的。李克纵身跃起，冲向森林深处。卡米拉问道：“你要去救他吗？”李克回应道：“当然要救。”卡米拉继续说道：“即便他曾把你当傻瓜。”李克反问答：“那是抛弃他的理由吗？”卡米拉轻笑道：“你真是个怪人，不过是个好人。”李克回应道：“多谢夸奖啊！”找到了，森林空地上，巨大的野猪正在横冲直撞。卡马斯拼命逃窜，发出凄厉的哀嚎。短发少女惊叫出声。卡马斯在远处喊道：“太好了，趁现在快逃吧！”短发少女愤怒地喊道：“卡马斯，你这太差劲了！”卡马斯咆哮道：“闭嘴，生存才是第一位的！”他突然发出一声怪叫，被透明的方块困住。李克背对着他说道：“你就待在那别出声，次品，垃圾般的家伙！”李克抬起手，指尖凝聚光芒，子弹流光贯穿森林，击中远处的野猪。怪物发出最后的哀鸣，重重倒在地上。李克走到少女身边，低头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短发少女坐在地上：“谢谢你。”李克俯视着她说道：“道谢的话以后再说。”短发少女疑惑地问道：“以后？”森林深处传来巨响，野猪王袍笑着现身。卡马斯瘫坐在地，惊恐地尖叫道：“野猪王！强大的 B 级魔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卡马斯哭喊道：“我们要完蛋了！妈妈救命啊！”野猪王挥舞着拳头，从空中重重砸下。李克站在原地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无数蓝色光线交织，瞬间将怪物笼罩。卡马斯看着碎裂的肉块，惊恐地喊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瞬间就被切碎了。结界变换，攻击阵势，线将结界压缩到极限，拉成一条细线。卡马斯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残次品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？”李克俯视着他说道：“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到，那就真的什么都做不成了。”城镇的工会大厅内，人声鼎沸。李克收起指尖的光芒，大厅里的冒险者们纷纷看向门外。冒险者走到柜台前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接待员无奈地回应道：“外面似乎变得很吵闹。”李克走进工会大厅，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接待员惊喜地喊道：“啊，李克，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带回药草了吗？”
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们需要药草吗？”接待员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而且需要很大的量。”委托人急切地插话道：“没错，我们需要药草。”李克看向委托人问道：“需要多少？”委托人伸出手指喊道：“我们要100公斤。”李克摸着下巴重复道：“100公斤吗？”委托人流着冷汗问道：“果然还是太难了吗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有500公斤，应该足够了。”委托人惊叫出声：“什么？500公斤？你竟然采集了那么多？”李克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：“不小心采的太多了。”委托人颤抖着问道：“真的有那么多吗？”李克抬起手释放光芒：“是的。”无数药草凭空出现，瞬间堆满了大厅。委托人看着药草堆，兴奋地大喊道：“太神奇了！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能全部卖给我们吗？”李克点头说道：“当然可以。难道说哪里出现了伤亡吗？”委托人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没错，在我朋友住的城镇，很多人受伤了。刚才收到紧急求援，询问有没有库存药水。”李克看着委托人问道：“需要我去治疗他们吗？”委托人震惊地喊道：“治疗他们？你是治愈师吗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，我是结界师。”委托人疑惑地重复道：“结界师？”李克解释道：“是的，我可以用结界救人。”委托人沉默片刻说道：“明白了，那就拜托你了。”李克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哦，你相信我吗？”委托人大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，我对看人的眼光可是很有自信的。”李克看着他，露出了坚定的眼神。委托人握住李克的手说道：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李克点头问道：“那么那个地方在哪里？”委托人回应道：“在盖塔星蟹王国的细井镇。”细井吗？就在妙高旁边吗？委托人指着门外说道：“得抓紧时间了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路上我再解释情况。”李克抬起手指指道：“不，没那个必要。”委托人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李克张开五指，释放出耀眼的蓝光。“我来这里的时候路过细井，现在就能跳跃过去。”“是的，我们走吧。”委托人惊愕地喊道：“你竟然连传送这种高级魔法都会！”光柱冲天而起，瞬间笼罩了两人。委托人睁大眼睛喊道：“不敢相信，这里真的是细井镇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李克说道：“只是个只会用结界的残次品而已。”委托人兴奋地大喊道：“那反而更厉害了！看来我的眼光果然没有错。”李克露出自信的微笑：“那么，我们赶快出发吧，去救治那些伤员。”李克看着前方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地平线上黑影攒动，那是成群的半兽人，竟然有这么多！无数半兽人发出咆哮，向着城镇的方向行进。委托人神色慌张：“这是魔物游行。”李克低声重复道：“魔物游行。”委托人继续说道：“饥饿的魔物会大量聚集，为了捕食人类而袭击城镇。”李克抬起手掌说道：“商人先生，请先躲进结界里。”委托人惊慌地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会尽快解决。”双眼闪烁寒光，发动技能束缚。巨大的光之结界瞬间在大地上展开，将无数半兽人困在其中。金发士兵看着四周，这是什么结界？他发现自己竟然能直接穿过光墙，并挥剑斩向半兽人。士兵兴奋地喊道：“只有我们能穿过去！”半兽人全被困住了。委托人兴奋地喊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打算趁他们动弹不得，一举歼灭，对吧？”李克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不。”委托人愣住问道：“那是打算做什么？”李克猛地攥紧拳头。远处的士兵惊呼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结界正在不断缩小，半兽人们被困在其中，发出痛苦的哀鸣。巨大的结界迅速收缩，将魔物彻底粉碎。士兵看着前方说道：“太残暴了，竟然用结界把他们活活挤压致死，真是不可思议！多亏了这位大人，我们得救了！”士兵们举起武器欢呼：“我们赢了！”委托人激动地喊道：“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大家才保住了性命。”李克看向远方，转身走向教堂。教堂内弥漫着圣光，治愈魔法正在闪烁。伤员们躺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李克走进大厅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一名金发女人抱着倒地的男人惨叫：“不！”他绝望地哭喊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？”李克站在教堂中央，卡米拉跟在脚边。委托人鞠躬说道：“李克大人，非常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李克回应道：“不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”委托人提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回去商量报酬吧。”李克看向远方说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工作还没结束。”委托人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李克看着哭泣的女人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我还没复活那些死掉的人。”委托人僵在原地：“你在说什么？复活死者？”李克点头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委托人颤声问道：“你能做到那种事吗？”李克回应道：“我可以。”卡米拉惊叫着摔倒在地，大声喊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复活死者？那种事根本做不到。”李克神色平静地说道：“我能做到。”卡米拉在地上翻滚着，继续喊道：“那可是死而复生啊！谁能办到这种事？”李克双手合十说道：“虽然有很多限制条件，秘术。”李克猛地张开双臂，巨大的光芒瞬间爆发，笼罩了整个教堂。无数道圣洁的光柱精准地降落在每一具死者的遗体上，整座建筑被白光吞没，神圣的气息弥漫开来。李克大声宣告：“境界构筑！”卡米拉瞪大眼睛喊道：“什么？这是进化的力量吗？”李克问道：“你知道这个？”卡米拉神情严肃地解释道：“进化是终极的治愈术，据说能去除所有杂质，通过完美去除杂质，创造出神灵居住的圣域。”李克露出微笑说道：“你真的很博学。”卡米拉回应道：“我活了这么久，可不是白活的。”他看着光芒中心说道：“你竟然在人工生成并召唤天界吗？”李克注视着前方，人类的灵魂，一道流光飞向遗体，成功进入了。李克神色凝重，接下来只要治愈受损的身体，
柔和的光芒包裹死者，伤口迅速愈合。倒地的男人发出呻吟，缓缓睁开双眼，他迷茫地问道：“我不是死了吗？”金发女人猛地扑上去，紧紧抱住男人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教堂内充满了重获新生的哭喊声。卡米拉看着复活的平民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你真的让他死而复生了？用结界创造神圣领域，再从天界召唤灵魂，不敢相信人类能做到这种事。”李克收起法力说道：“谢谢夸奖，不过这种术法有限制，必须在死后立即进行，而且如果没有肉体，就无法让灵魂回归。”卡米拉盯着李克，即便如此，这也远超人类的范畴了。李克正要开口，突然愣在原地。教堂内的所有人整齐划一的跪倒在地，向他深深叩首。李克惊慌地问道：“哎！”委托人趴在地上，狂热地高喊道：“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您就是神！”李克满脸冷汗，看着眼前壮观的跪拜礼。“那个，我不是神。”两人走在街道上，卡米拉看向身旁说道：“看吧，我就说过了，你到底是什么构造？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指什么？”卡米拉停下脚步，大声说道：“什么指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生物？刚才还在用破坏光束攻击，下一秒就在复活死者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。到底要怎样才能变成你这样？”李克走在路上说道：“我的一切都是师傅教的。”卡米拉惊讶地问道：“你的师傅？”李克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师傅也只能使用一种魔法，是无属性魔法使用者。这个世界的魔法分为6种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光、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无属性魔法。我的结界术就属于这一类。师傅教我如何开发，以及如何去应用它。”卡米拉流着冷汗问道：“难道说你的师傅比你还要强吗？”李克平静地说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强的没法比。”卡米拉追问道：“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李克看向远方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，但他的名字是洛夫玛丽。”卡米拉露出惊恐的神色。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卡米拉颤抖着说道：“洛夫玛丽，那是世界上拥有压倒性力量的8位大贤者之一，其中一位就是洛夫玛丽。”卡米拉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世界魔女洛夫玛丽，她也被称为冥界守护者。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世界魔女、冥界守护者到底是哪一个？”卡米拉解释道：“冥界守护者是我们给他的称呼，为了确保亡灵之地的邪恶灵魂永远无法回到地面，他像哨兵一样在那里监视着。洛夫玛丽是让我们牙族以及所有魔物都感到恐惧的魔女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强大的秘密了。”卡米拉感叹道：“既然是被那个魔女养大的，你当然会这么强大。”李克回应道：“师傅确实非常了不起。”卡米拉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他甚至不用魔法就能赤手空拳打倒古龙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认识这种超乎常理的大人物。”李克神色复杂地说道：“发生了很多事，真的很多。”卡米拉捂着钱包：“我怎么会这么倒霉，竟然被冥界守护者的弟子给抓住了？”李克看着他说道：“喂，别露出一副沮丧的样子。”卡米拉愤怒地喊道：“我最不想听你这么说。”两人走进工会大厅，李克对柜台说道：“那么，关于伤人的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……”兰卡急忙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，请稍等片刻。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兰卡急切地说道：“我去叫工会会长过来，请您再稍微等一下。”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会长找我有事吗？”兰卡解释道：“会长说想在之后找个时间跟您谈谈。”李克摆了摆手说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接任务，已经精疲力竭了，我想尽快回家休息，能不能下次再说？”兰卡为难地喊道：“可是……”李克打断道：“兰卡很抱歉，跟会长的谈话就留到下次吧。”李克周身泛起白光，瞬间从原地消失。兰卡呆呆地看着空地。李克走在街道上，今天发生了太多事，真是累坏了。从工会注册考试开始，接着是第一次任务，甚至还在依托一阵使用了秘策，真的累坏了。但是弗雷亚快步跑来喊道：“啊，李克，欢迎回来！”他用力抱住李克，只要看到这个笑容，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。李克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弗雷亚蹲下身子说道：“小猫也欢迎回来。”李克大吃一惊：“已经结束了吗？”弗雷亚坐在床边说道：“真是的，花了挺长时间呢。”李克靠在墙边说道：“发生了挺多事的。”弗雷亚温柔地回应道：“这样啊，今天辛苦了。”李克看着窗外，今天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和以前待的地方不同，这里有人认可我的价值，也有人愿意依赖我，虽然也有个别怪胎。离开故乡时，我曾感到不安，但多亏了这些人，让我有了作为冒险者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。等我成为独当一面的冒险者，收入就会稳定下来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就能在这个国家真正的安顿下来了。李克看向弗雷亚说道：“弗雷亚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”弗雷亚突然趴倒李克亲了一口。弗雷亚轻声问道：“吓到你了吗？刚才的你看起来太耀眼了，我忍不住就……但是听好了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幸福了，所以请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”李克闭上眼睛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弗雷亚紧紧抱住李克。卡米拉趴在不远处的凳子上看着这一幕，刚才那是错觉吗？卡米拉揉了揉眼睛，再次看向前方，弗雷亚的背影散发着微光，难道真的是我的错觉吗？几天后，工会建筑前，兰卡看向李克说道：“李克大人，今天你要去见工会会长。”李克有些意外：“哦，对，确实有这么回事，大概是为了前几天怪物爆发的事情吧。”看着兰卡的表情，希望不是什么麻烦事，李克开口问道：“这是关于工作的吗？”兰卡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会长有一项工作想要拜托你。”李克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工作啊！工会会长双手交叉说道：“你就是李克吧？请坐。”李克走进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。最近出现了一座奇怪的遗迹。李克疑惑地问道：“遗迹？
会长继续说道，遗迹中出现了神秘怪物，他们看起来像人，但并不是人类，而是正在行走的尸体。李克低声重复道，活尸吗？会长点头回应道，没错，遗迹里有大量活尸，而且还确认到了类似首领的存在。李克靠在沙发上，已经调查到这一步了吗？你和那个 boss 交过手吗？工会会长面色凝重，是的，但任何攻击都对他无效。我甚至派出了 S 级冒险者，他们也束手无策。李克陷入沉思，这么说，那是某种不死生物吗？卡米拉，或许是你的同类，很有可能。如果无法被杀死，那就只能像我一样，用封印来解决。李克看向会长说道，我明白了，那么我确实是合适的人选。会长身体前倾说道，你独自解决了高难度任务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，所以我以会长的身份直接向你发出请求。李克嘴角上扬说道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让我去处理遗迹里的那个怪物，对吧？我明白了。工会会长猛地站起身，惊喜地问道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李克点头回应道，是的，不过我会期待一份合理的报酬。会长立刻回应道，那是当然。李克离开工会，走在雾气弥漫的路上，卡米拉问道，所以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村庄？李克走在村庄里说道，听说金河野附近出现了一座地下城，村民们应该最清楚，所以我才来这里询问。李克停下脚步，卡米拉神情严肃，我能感觉到这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李克张开五指，声呐，蓝色光波迅速扩散，覆盖了整个村庄。李克露出惊讶的表情，这里竟然还有孩子！李克站在街道中央，有2个。卡米拉惊讶地喊道，等等，你说2个？李克解释道，这是辅助型结界，回声通过扩张并收缩结界，探测处碰到的一切生物。卡米拉追问答，所以没有别人了吗？这个村子只有2个人。李克眼神变得冰冷，准确地说，只有2个活人。卡米拉皱起眉头，这种说法真是不吉利。李克看向阴影处说道，因为这里还有别的，不是活人的东西。一个扭曲的黑影从房屋转角处缓缓现身，怪物张开腐烂的大嘴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。李克抬头看向前方，卡米拉惊恐地尖叫道，丧尸，快跑！被咬到的话，你也会变成丧尸。李克看着冲过来的小丧尸，平静地回应道，没事的。卡米拉愤怒地吼道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快点杀了他！李克微微一笑说道，不，我没打算杀他。卡米拉愣在原地，别开玩笑了。丧尸已经冲到面前，发出凄厉的哀嚎。卡米拉惊恐地大喊，他要咬过来了！丧尸女孩猛地扑向李克，张开大口狠狠咬下。李克面无表情，身体表面浮现出透明波纹。丧尸女孩的牙齿崩裂，碎块散落一地。卡米拉露出震惊的表情，这是结界装甲。李克周身环绕着淡蓝色光芒。卡米拉感叹道，构筑结界的速度还是这么快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李克有些迟钝地回应道，哎，是吗？卡米拉继续说道，结界术通常需要高度集中，尤其是构筑这种强度的防御，根本不可能瞬间完成。李克看着眼前的丧尸女孩，是吗？总之，先让你安静下来吧。李克伸出手，指尖流转着结界之力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卡米拉难以置信地问道，修好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李克伸出手掌，掌心绽放出耀眼的蓝光。卡米拉惊呼道，治愈术，就是前几天救了被兽人袭击的那些人的招式。李克侧过头回应道，差不多吧。李克收起光芒说道，搞定。卡米拉焦急地喊道，但是丧尸化又不是生病，根本不可能治好。卡米拉瞪大双眼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，什么？原本干枯腐烂的手掌重新变得红润饱满。少女摸着自己的脸，哎，我为什么恢复正常了？卡米拉抓狂的大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李克一脸平静地解释道，只是把结界内的时间回溯了而已。卡米拉彻底崩溃了，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到？李克转头看向少女，她正茫然地望着四周。李克淡淡地回应道，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确实成功了。卡米拉气得咬牙切齿，你这家伙真是让人火大。